你是世上唯一拥有无限寿命的长生者，曾在侏罗纪养过恐龙，也曾为一群人讲过一段故事。其中一位老者骑着青牛西行而去，留下了一卷道德真经。另有一些人联手创立了一个组织，后来渐渐被世人敬称为天庭。可你却始终躲在大山里不敢外出。原来在上古时期曾爆发过一场诸神大战，导致无数神明纷纷陨落。自此你便隐居在神圣森林里，日夜闭关苦修，发誓没有足以抗衡天地大劫的实力，绝不出山。在你隐世的这段漫长岁月里，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一个又一个强者横空出世，一个又一个强者老去并陨落，而你则藏匿深山，默默修炼长生诀，偶尔翻阅当年陨落神灵留下的功法秘籍，消磨时光。直到这一天，你终于将长生诀修炼至最后一层，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对抗天地大劫之后，当即决定离开这片生活了10万年的神圣森林。你望着眼前连绵无际的山脉，心念一动，踏出一步，转眼间便消失在茫茫群山里。只是就在你即将离开10万大山之际，竟看到一个13、14岁的女孩正在猎杀一头低阶怪兽。女孩使用的兵器是剑，可她的剑法水平实在是惨不忍睹。你找谁？小姑娘，你这套修罗剑法是跟谁学的？我使的是荡魔剑法，并非什么修罗剑法。小夏，你爹旧伤发作了，你快回去看看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是。你中的是奇寒毒症，这些年你虽然用真元压制寒毒，但寒毒已经开始侵入你心脉，最多2个月便彻底阻断你全身神经。你是谁？这年轻人竟然能一眼看出我的伤势！你胡说八道！小夏，住手！这3年他急于求成，苦修修罗剑气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，心脉受损。可现在这些不适感全都消失了。林峰起身躬身感激道：“多谢公子相救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。你是修罗门弟子吗？我和你修罗门长辈是故交。”林峰看着你那张年轻俊秀的脸，有些疑惑，不过顿了顿，还是化作一声长叹：“不瞒公子，修罗门已经覆灭了。几年前我修罗门被千魔族灭门后，这些年我便带着小夏四处躲藏，就是为了逃避千魔族的追杀。我刚才还以为公子是千魔族派来的。”你有些意外，在上古之时，修罗门乃是恒源位面超级势力之一。随即你又问起了有关修罗门之事。原来在上古诸神之战中，修罗门门主和众多老祖全部陨落，修罗门从此一蹶不振，渐渐沦为神武大陆的二流势力。后来因为利益冲突，修罗门和相邻的千魔宗结下仇怨，修罗门门主及众元老被屠杀殆尽。虽然你早已见惯生死，但得知修罗门覆灭的消息，心中还是多了几分感慨。你沉思片刻，从内界内的无数神功秘籍中取出修罗剑法，递给了林峰。林峰心中满是疑惑，接过剑法翻看，越看越是激动。这本修罗剑法竟然是完整的，一共有36招，而他现在所会的修罗剑法只到前面6招，而且还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的6招。可完整的修罗剑法早已失传多年，眼前这年轻人是怎么得到的呢？不过尽管他心中疑惑，却识趣的没有多问。公子先是救了我，如今又赐我如此绝世剑法，以后只要公子有吩咐，林峰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接下来的3天，林峰和林小夏父女忘寝废食，苦修修罗剑法。你在旁观看，两人之中，林小夏天生大眼健体，天赋比林峰要好上许多。不过林峰剑心坚韧，对剑道领悟也还不错。3天下来，两人修罗剑法修炼到了第10招。这一天，林峰来到你面前，迟疑道：“公子，过些日子便是雷阙剑宗3年1度的收徒之日，我想让小夏去参加考核。要是小夏能加入雷阙剑宗，获得庇护，就不用再跟着我东躲绵藏，躲避千魔宗的追杀了。我们打算明天就启程前往雷阙剑宗。公子您呢？雷阙剑宗吗？”你喃喃道：“记得数个时代之前，有个叫杨东的小家伙曾在你的神圣森林里待留过，说自己是雷阙剑宗的。”也好，我和你们一起去雷阙剑宗，顺便看看杨东那小家伙。林峰闻言欣喜万分，当即和林小夏收拾东西。次日3人便离开了村落。由于现在正位于神武大陆最南端，而雷阙剑宗则在神武大陆最北端，于是你心念一动，一辆龙角金牛战车便出现在面前。这头牛是你当年在龙族圣地找到的，名叫龙角金牛，是龙族之祖与雷祖的后裔。林峰和林小夏跟着陆一平上了车。小金，不用走太快。好的，主人。龙角金牛点头。林峰两人震惊无比。一般来说，只有达到金丹境的妖兽才能开口吐人音，这头金牛竟是金丹境妖兽。公子是御兽师。林峰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淡淡
淡一笑，算是吧，我各方面都学过一点皮毛。林峰闻言暗自点头，难怪饶是龙角金牛放慢了速度，但是数天后还是接近了雷阙剑宗。公子，前面就是雷阙剑宗最有名的城池落雪城了。不久后的街道上，三人乘坐牛车缓慢行走着，用金牛拉着的金色战车引得不少人频频注目。听说这次雷阙剑宗收徒，连陆家的陆承风公子也来参加考核。何止陆承风，我听说郑家的郑月公子也要拜入雷阙剑宗，连我们皇朝的太妍公主也来了。往来的一些宗门家族弟子议论道：“雷阙剑宗收徒之日已近，所以落雪城中有不少来自各地的家族高手弟子。”就是陆家那个有少神称号的陆承风公子吗？应该是他。陆公子天生拥有大仙神体，现在还不到17岁，听说已经达到神通10重境了。没想到连他也来参加这次雷阙剑宗的考核。一个大仙神体也敢称普通的少年武神，在上古时期拥有双生上等神体，甚至双生顶尖神体的人并不少见。这时，远处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是正月公子和太妍公主。只见远处有一大队车队往这边过来，车队众多高手簇拥中间，男的身穿白色长袍，骑白虎坐骑；女的穿紫凤制袍，骑着一头龙马。公主太妍和正月有说有笑并肩而行，可经过牛车时，公主太妍却是神色一怔，看到有人用黄金打造的战车，而且还用金牛来拉，她也觉得颇为意外。只是看到那对牛角时，她眼中满是疑惑。正月注意到公主太妍神色，笑道：“公主殿下喜欢这头金牛，要是喜欢，我让人买下来。”太妍摇了摇头，倒不是喜欢，只是觉得这牛角有些像龙角。正月淡淡一笑，世上奇异之兽多了。随即他瞥了你一眼，不知是哪个小家族呢，竟然用黄金来铸造牛车。公主太妍抿嘴一笑，大家族平时用的都是灵石、千年寒铁这些东西，也只有一些小家族才会用黄金来打造东西。车队终于离去，林峰和四周众家族高手松了一口气。这时你突然开口道：“现在神武大陆之主是谁？”林峰一怔，继而用一种狂热的神色说道：“是万无敌大人。”你微微一怔，想起在杨东之前进入过神圣森林的一个小女孩，那个小女孩就姓万，你可知道万贝贝？林峰疑惑，继而想到你可能说的是那个无上存在时，顿时脸色狂变。不过就在他要开口时，突然旁边人群之中走出2人来。林峰看到来人，顿时脸色一变。孙俪，孙俪是千魔宗长老，当年修罗门有不少弟子都死在他的手中。孙俪嘿嘿一笑，林峰，没想到你还没死，命还挺长。你女儿都长这么大了，挺水灵的嘛。说完，和千魔宗另一位长老向着3人走来，同时身上气势完全释放。只见孙俪身上重重金光涌动，显然已经到了金丹4重的境界。林峰脸色一惊，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境界划分，从低到高依次是筑基、先天、神通、金丹、子府，金丹境4重，对一些小家族而言绝对是顶尖高手。今天你必死无疑！公子，你快走！你觉得你们能走得了？是玄冥寒禁！林峰大惊，当年他便是中了这孙俪的玄冥寒禁掌，深深清楚玄冥寒掌的恐怖。然而就在林峰挡到战车前时，突然所有人听到了一声震天牛吼，紧接着一道骇人的金色气浪席卷而出，铺天盖地。孙俪还没靠近3人，便瞬间被金色气浪淹没。一瞬间，他只觉被恐怖巨力撞中，手中大刀也随之化成齑粉，而他本人亦如断线风筝倒射了出去，砸进了已经走远的太极皇朝车队之中。地面轰然震响，车队一片混乱。孙俪滚到了2人坐兽之下，全身衣袍爆散，横躺在那里，彻底没了动静。太妍公主和4周的家族弟子看着孙俪的尸体，全都目瞪口呆，所有人都恐惧地盯着龙角金牛。没想到一声牛吼，竟然直接震死了一位金丹4重境的高手。另一位千魔宗长老见状，更是脸色苍白，他忽然转身便要逃走，可就在他转身之际，突觉天地大亮，他竟然转手看去，只见后面一道恐怖金色气浪瞬间轰至，接着他便失去了意识，被金色气浪直接轰爆，血浆射的4周地面都是，天地寂静，没人看清刚才龙角金牛到底是如何出手的。走吧，你淡然道。龙角金牛抬起脚步，缓步向前而行。公主太妍看着离去的战车，心中震撼，问其中一个子府境4重手下：“你觉得这头牛是什么品种？”这位皇朝高手是御兽行家，他望着离去的龙角金牛，惊疑地说：“这头牛刚才出手时有龙力波动，它应该拥有龙族血脉，可这年轻人身上却没有真元，也没有内力，实在令人费解啊！”离去后，3人便来到落雪城最大的酒楼金凤楼待了一晚，次日才继续赶路。你可知道，雷阙剑宗现在最古老的老祖是谁？是杨成大人。杨成大人不仅是雷阙剑宗第1高手，也是我们无极皇朝4大高手之一。不过杨成大人已经多年没出世了。杨成大人的弟子陈红打算收关门弟子，所以这也是陆承风、太爷公主、郑月等人纷纷前来的原因。杨东呢？公子问的是杨东剑神吗？可杨东剑神已经失踪4、5万年了。不过杨成大人应该知道杨东剑神的下落，因为他是杨东剑神的儿子。杨东那小子，也就是说，在离开神圣森林后不到1万年就失踪了吗？半天后，战车来到了雷阙剑宗山脚下。雷阙剑宗已经人山人海，一眼望去，前来参加报名考核的各大家族弟子几乎挤满了山峰。公子，我们先过去报名考核。去吧，
我也随便走走。于是林峰便领着女儿林小夏前往报名地点报名，而你则将金牛战车收进了内界，大步向前走去。可刚走没几步，便听到人群骚动，原来是公主太妍还有正月到了。在众人簇拥中，公主太妍正要上山时，突然看到一道身影，不由一怔。是他，三叔，就是那年轻人。你有闭眼之瞳，快看看那年轻人有没有特殊之处。太洪涛顺着公主太妍的眼神，双眼闭塞，光芒涌动，在他闭眼光芒之下，你全身经脉、丹田、气血、骨骼都一一显现。很快，他收回眼神，摇了摇头。他的确没有真元和内力。公主太妍闻言心中失望。昨天回去之后，她总觉得这年轻人不简单，但没想到还真的没有真元内力。他三叔的闭眼之瞳是上古神眼，能看透一切事物的本质，就算是神灵境的高手也能看出一些端倪。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正月见公主太妍如此关注，也是轻笑道：“我早就说过。”他怎么可能是神灵境高手？公主太妍也没再注意你，和无极皇朝众高手进了考核大殿，你则信步来到了一座剑壁前。只见剑壁上刻着无数剑招，剑壁前围站着众多家族高手，这些高手都在参悟剑壁上的剑招。公子，这时带着女儿报完名的林峰走了过来，看到对方正看着剑壁，便解释说，这是杨东剑神大人当年留下的剑壁。当年杨东剑神大人曾说过，剑壁可供天下爱剑之人参悟，所以不管是雷阙剑宗的弟子，还是其他家族宗门的弟子，都可以来此参悟。剑壁上一共有999道剑招，可这么多年来，能参悟出100道剑招的人没几个。林峰解释的时候，你却将目光看向插在剑壁一旁的一把剑上，这把剑露出的部分就有1米高，剑身很宽，是普通长剑剑身的数倍。这是杨东剑神的赤焰剑，插在剑壁这里已有数万年之久。不管谁能将赤焰剑拔起，这把剑便归谁所有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从来没人能把它拔起来，就连杨成大人也拔不出来。你看着眼前熟悉的赤焰剑，正准备上前查看时，却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走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群高手，是少神陆承风。众家族子弟看到这身材高大的少年，全都大吃一惊。陆承风听到后笑了笑，接着走到赤焰剑面前，全身气势释放开来，一道道神光从他体内迸发而出，很快便将赤焰剑拔出了1寸。陆承风再次大喝，全力向上一拔，终于赤焰剑再次向上缓缓升起，再次被拔高了1寸。但是接下来，无论陆承风如何催动大千神体，如何剑气爆射，始终无法再拔高，被所有人盯着。陆承风又努力了一回，最终只得放弃，赤焰剑重新落回原位。看来以我之姿是拔不出这赤焰剑了。这时一位路人拱手笑道：“公子都无法拔出这赤焰剑，这天下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拔得出了。”先前跟随陆承风而来的一众高手也都纷纷开口，说着诸类之词。陆承风笑容满面，谦虚了一番，然后拱手抱拳，打扰诸位了，转身带着一众高手离开。待陆承风走开，你这才向赤焰剑走来，来到了赤焰剑面前。一众家族高手见你走向赤焰剑，不由一怔：年轻人想干什么？不会也想拔这赤焰剑吧？这小子是哪个家族的？等会儿怕是得被赤焰剑的剑气轰飞108000里吧！众人笑出声。这时你握住了赤焰剑的剑柄，微微发力，就将赤焰剑一把拔了起来。过程没有半点阻碍。当赤焰剑彻底离开地面时，一道惊人的火焰剑气冲天而起，火焰剑光照亮了整个雷阙剑宗，大地猛然摇晃起来，就像发生了超级地震。还没走远的陆承风等人，瞬间就被赤焰剑的剑气震得摔倒在地，四周一片混乱。另一边，原本已经进入考核大殿，准备考核的太妍和正月感受到了那弥漫天地的恐怖剑气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快便见一位内门弟子急冲冲跑进来，对殿中长老激动禀报道：“诸位长老，是赤焰剑，有人将杨东老祖宗的赤焰剑拔出来了。”什么？公主太妍和正月还有殿中一众长老震惊，快去剑壁！雷阙剑宗一众长老激动道，当下俱都激动往剑壁过来。而雷阙剑宗主地内，雷阙剑宗宗主宋云正在向杨成、陈红以及一众老祖禀报着剑魔前来挑战之时，突然便感应到了那席卷天地的惊人剑气，接着便是地动山摇。宋宁脸色一变，难道是剑魔来了？当年剑魔西来败于他们老祖宗杨东之手，逃遁而去，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剑魔西来竟然又出现了。几天前，雷阙剑宗收到了剑魔西来的挑战书，由于祖地之内看不到外面火红剑光，宋宁便以为是剑魔已到。杨成感受着这弥漫天地的惊人剑气，双眼闪动，这不是剑魔的剑气，你们随我一起出去看看。当众人涌出祖地，便看到了那照映天地的火红剑光，这是赤焰剑的剑光。然而就在众人震惊时，突然一把剑鞘从雷阙剑宗祖殿冲天而起，然后飞向了剑壁，正是供奉在祖殿内的赤焰剑的剑鞘。赤焰剑剑鞘供奉在祖殿内这么多年一直没动静，可现在却主动飞出了祖殿，哪怕是杨成，此刻也都难掩激动，是有人拔出了赤焰剑。他父亲的赤焰剑终于有人拔出了。此时剑壁赤焰剑剑鞘从祖殿飞出，然后化成一道火红流光来到了你的面前。赤焰剑自动插入剑鞘，弥漫天地的剑气这才慢慢消散，高空的火红剑光亦逐渐淡去。原本被剑气吹得倒了一地的陆承风等人终于停止了滚动，缓了缓，这才狼狈地从地面爬起。所有人盯着你手上的赤焰剑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人身上没有丝毫真元和内力，显然就是一个凡体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竟然把赤焰剑拔了出来。现场的许多高手盯着赤焰剑，双眼无不充满渴望。这可是当年杨
东剑神的佩剑。要说他们不动心那是假的，可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时没人敢动手抢。就在这时，终于有人还是忍不住要出手。人群中一位家族长老突然暴起，朝着你手中的赤焰剑抓去，是夺命剑。众人看清出手之人的样貌，顿时惊呼。出手的赫然是陆家一位夺命境的长老。金丹境之上是子府境，子府境之上就是夺命境。一尊夺命境的高手足以镇压一方地狱。林峰见状，正要上前以死相拼，但就在这时，赤焰剑突然光芒爆射，紧接着一头全身火焰的狮子从赤焰剑内飞出，巨大狮爪瞬间便插入了那位陆家夺命境长老胸口，速度之快让人根本无法反应。当众人定睛一看时，那位陆家长老已经从高空跌落，平然一想再起不能。是气灵，赤焰剑气灵，上古异兽赤焰狮。一位家族老祖看着火石惊声叫道：传说赤焰剑内封印着一头实力极强的上古异兽赤焰狮之魂，可是气灵不可能自动攻击，难不成是这少年召唤出来的？陆成风看着那位陆家长老惊呼一声：元波长老！可等陆成风等人跑到那位陆家长老面前时，却见那位陆家长老已经没了气息。陆成风见状，眼中杀意十足，转手死死盯着你。是你杀了我陆家长老！四周众人全部转向你。陆家为无极皇朝最强的几大家族，一位夺命境的长老被杀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。可你却是淡然道：杀了就杀了，又如何？声音不大，但是却清晰传进所有人耳中。四周众高手一怔，巨都脸色怪异，要死是吧？陆成风脸色一冷，正要让陆家众人出手，突然便见远处一大群高手飞来，正是雷雀剑宗的一众长老和跟过来的公主太妍、正月等人。太妍远远便看到了握着赤焰剑的你，美眸异彩连连。竟然是他将赤焰剑拔出来的剑道天才，竟然是这个年轻人。正月盯着你手中赤焰剑，却是脸色一沉。赤焰剑是你拔的？一位雷雀剑宗长老不由怀疑地看着你，你也没回应。这时赤焰狮来到你的面前匍匐了下来，双眼尽是畏惧，然后恭恭敬敬行了一礼。你看着匍匐在地的小狮子淡然一笑：你这小家伙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还是一点都没变。拍了拍赤焰狮的头，然后心中一念，将赤焰狮收回了剑内，这让那位怀疑你的雷雀剑宗长老也都为之一呆。传说这赤焰狮性情极其狂暴，如今在这年轻人面前怎么变得如温顺了？这时十数道惊人剑光从天际破空而来，感受到来人惊人气息，众人无不震惊。是陈红前辈。现场所有高手都赶紧迎上去，就连太妍等人也不例外。陈红是杨城的弟子，辈分极高，还是雷雀剑宗宗主宋宁的师叔祖。都起来吧！陈红让众人起身，目光扫视了一圈现场，最后落在了你的身上。一位雷雀剑宗的长老上前小心翼翼地说：老祖宗，赤焰剑就是这位公子拔出来的。陈红得到确定，心中大是失望。他刚才一眼便看出了这年轻人只是个凡体的凡人。本来路上他还想着考核一下这个拔出赤焰剑的剑道天才，到时收取做他的关门弟子，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个心思。既然是你拔出了赤焰剑，那便随我去见我师父吧。你点了点头，自己也想向杨城询问有关杨东的下落。陆成风看着被带走的你，脸色阴沉下来。少主，陆元长老的。一位手下来到陆成风身后，悲声道：放心吧，元波不会白死。而太妍看你的背影，不由得疑惑不已。三叔，他真的是凡人？我刚才又用闭眼之门看了，千真万确，此事的确怪异。可不料正月却是轻笑道：或许我们都想错了，这赤焰剑就是需要没有修炼过的凡人才能拔得出来呢。所有人一怔，就连陆成风也都一愣。真是这样吗？没有多久，你便跟随陈红以及雷雀剑宗一众老祖来到了祖地。陈红双手挥动，打开了祖地的阵法禁制，和你一同走进了祖地。祖地和外面比起来，简直像两个不同的世界。陈红看着这如仙境般的祖地，有些自豪。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仙境吧？怎么样，我雷雀剑宗的祖地还不错吧？你看着眼前的景色，淡然一笑，也就一般吧。这雷雀剑宗的祖地虽然不错，但和神圣森林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一般般。雷雀剑宗众老祖差点被噎到，陈红却是看着你笑容一展。你这沉稳淡然的性子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你资质太普通，不然倒可以做我的关门弟子。你没回答，只是笑了笑，想起当年杨东那小家伙曾跪在自己面前10天10夜，恳求你收为记名弟子，可你最终还是没答应，只是允许他在神圣森林里停留了几年，偶尔指点一下对方的剑法。没过多久，陈红便带着你来到了杨城面前。杨城看着你，怎么都无法将想象中的能拔出赤焰剑的剑道天才联系了起来。沉默许久，他才沉吟道：既然你拔出了赤焰剑，那赤焰剑就归你了，希望你能好好珍惜这把剑。你以后就留在雷雀剑宗吧，我雷雀剑宗的剑法秘籍你都可以随意翻看，能学到多少就看你的天分了。你摇了摇头，我不是为了赤焰剑而来，像这样的剑我还有很多，至于剑法秘籍我更是不缺。杨成和陈红等人无不惊讶，这年轻人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知道赤焰剑是什么等级的宝剑吗？这时天地轰然一声巨响，整个祖地就像是被陨石击中一般剧烈一震，紧接着一声嚣张的狂笑之声响彻天地。杨城小子，老夫剑魔袭来已到，还不速速出来迎接老夫！剑魔袭来，杨成、陈红等人心中一沉。祖地外面，参加考核的各方高手听到狂笑之声，皆是大惊。太妍公主俏脸大变，是当年被杨东剑神大人打败的那个剑魔袭来吗？传说当年剑魔袭来就已经达到天外之剑的境界，这次卷土重来，必定已经超越天外之剑的境界。若是杨成大人此次落败，
雷阙剑宗上下数万弟子，只怕无一人能活。虚空之中，无数剑气突然倾泻而下，这些剑气弥漫着浓重的魔气，猛然轰向雷阙剑宗的祖地冲去。整个雷阙剑宗地动山摇，无数巨石滚落下来，一些没躲开的家族弟子被巨石砸中，当场丧命。宗主宋宁见状，怒喝一声，疯狂催动体内真元，裹挟着雷电的剑气爆射出去，一条万丈剑气横破天际。但就在那剑气斩中剑魔剑气瞬间，剑魔剑气光芒猛然一掌，天地一切光芒皆失。只见宋宁那万丈剑气如同土鸡瓦狗瞬间崩散，而宋宁本人亦如被巨物撞中，从高空直接倒射入了地面。剑魔西来疯狂大笑：蝼蚁撼山，不自量力！中了我剑魔西来的死魂剑气，你的魂魄元神肯定会爆散，也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。听到剑魔西来的狂笑之声，众人心中一沉。这时一位家族高手慌然而逃，正要逃出雷阙剑宗宗门地狱时，突然便撞到了一面无形剑壁之上，下一秒就被无形剑壁剑气切割成了无数碎片。剑魔西来桀桀一笑：雷阙剑宗宗门已经被我布下了无上剑阵，今天谁都无法离开。在场众人脸色大变，剑魔西来意思是今天不仅要灭了雷阙剑宗，连他们在场所有人也要杀了吗？陆承风朗声道：西来前辈，在下陆家陆承风，先祖陆洞，我等与雷阙剑宗并无关系，还请西来前辈让我等离去。剑魔西来嘿嘿一笑：小子，你以为将陆洞抬出来，我便放你离开？今天便是陆洞在此，你也要死。闻言，陆承风顿时哑然。可就在这时，杨成威严的声音响起：雷动九天。紧接着一道道惊人剑气从祖地内爆射而起，直入九天。可剑魔西来却是不屑一笑，随即单手挥动，无数魔之剑气如同狂暴巨河，携带毁天灭地之威滚滚落下。魔剑剑气与雷动九天碰撞在一起，虚空像被天雷炸开，无数黑色的烟雾升起，天地间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祖地内的杨成闷哼一声，嘴角流出一丝血迹。雷阙剑宗的一众老祖脸色大变，刚才那一击显然杨成已经受伤了。剑魔西来嘿嘿笑道：杨成小子，你这只有你父亲当年施展时一半威力。今日雷剑宗必灭！原本还对杨成抱有希望的公主太妍等人，全都脸色灰暗，连杨成都无法抵挡这剑魔之威，那他们今天岂不是都要死在这里？感受到高空凝聚的恐怖剑气，对陈红和雷阙剑宗的一众老祖吩咐道：全力催动凌天剑阵。凌天剑阵是祖地内最强的剑阵，这是当年剑神杨东亲自布置的。顿时一众老祖各守方位，齐然捏动法诀，引动了祖地的凌天剑阵。在所有人全力催动下，凌天剑阵剑光爆射而起，如海洋一般的剑气遮盖了天地。剑魔剑山与凌天剑光碰击在一起，巨响之声密集响起，双方僵持不分上下。但是紧接着剑魔的剑山中一道金色光芒出现，凌天剑光竟然被像切菜一样瞬间轰开，剑魔的剑山直接轰进了祖地。紧接着杨成和陈红等人猛地全都倒飞出去，剑魔西来一跨步，轻轻松松就穿过了祖地的重重禁制，来到了祖地祖殿的面前。神灵之气，你已经度过神灵之劫了。杨成不敢相信地看着剑魔西来，雷阙剑宗的一众老祖无不震惊无比。这么说剑魔西来已经是一尊神灵了，难怪他敢说要灭了雷阙剑宗，原来已经成神了。就算杨成再强，只要没成神，在神灵面前也只有挨打的份。剑魔西来大笑起来，没错，我已经成功度过神灵之劫，成为神灵了。他看着雷阙剑宗内如仙境般的祖地，可惜啊，这里今天过后就再也不存在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：连神格都没有，也敢自称为神？剑魔西来一怔，目光落在了你的身上。小辈，你是谁？我的名字你还没资格知道。剑魔西来顿时哈哈大笑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我说话。说完，他脸色狰狞，单手一射，给我过来！恐怖的力量瞬间向你袭来。可就在所有人以为你要被剑魔西来射拿过去时，你却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怎么会？杨成以及陈红等人双眼瞪得溜圆，这奇怪的一幕让他们彻底傻眼，就连剑魔西来也都愕然地看了看手掌，随即他全身魔光涌动，更加强大的魔力猛然向你再次射拿过来。但任凭那恐怖的魔力席卷，你却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剑魔西来看着你，脸色凝重起来。阁下到底是谁？你却只是摸了摸赤焰剑，淡然道：你要是能接得住这把赤焰剑，我便让你离开。就在剑魔西来还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时，你突然将赤焰剑投掷出去。剑魔西来不敢大意，当即催动神力猛然向着赤焰剑抓去。可当他就要碰到赤焰剑时，那赤焰剑竟纹丝不动，甚至还震开了他的手掌，直接击中他的胸口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一连撞倒好几座山峰，这才从高空砸落到地面。紧接着喉咙一热，黑色血液猛地狂喷而出。你瞬移到剑魔西来的身边，淡然地看着一脸狼狈的他。连把剑都接不下，也敢自称为神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成就神位的剑魔西来，竟然连这年轻人的一剑都接不住。这时剑魔西来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又惊又怒地看着你，随即他整个人化成了无数剑光，瞬间便刺到了你的面前。杨成、陈红等人顿时大惊失色，这是永恒之剑。永恒之剑乃是超越天外之剑的更强剑道，甚至能超越时间界限，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。杨成等人没料到，剑魔西来不仅成就了神位，而且剑道竟然达到了如此惊人境界。眼看那剑气便要轰穿你的身体，可奇怪的事情却发生
生了。这些永恒剑气全部停留在了你4周10米之外，似乎遇到了难以撼动的力量一般，再难前进半寸。随即你脸色淡然，向前吹了一口气，那些永恒剑气便如同风沙，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而剑魔西来则全身神袍爆开，神灵之体仿佛随时都会崩散。此时杨成等人心中都震惊不已，剑魔西来的实力已不弱于当年雷阙剑宗剑神杨东，如今却像条死狗一样趴在那儿。过了许久，剑魔西来才挣扎着爬起来，他死死盯着你，眼中满是恐惧。阁下是谁？难道你已达到真神之境？不知阁下和雷阙剑宗是什么关系？在场的所有人闻言都是虎躯一震，他们都屏住呼吸朝着你的方向看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可你只是缓缓说道：“我来自神圣森林。”声音不大有些清冷，但却是比神灵劫雷还恐怖。在场的众人都被轰得脑海嗡然不已。剑魔西来舌头僵硬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想法。你瞥了杨成一眼，随即从内戒掏出一枚令牌扔了过去。杨看到令牌，顿时双手颤抖。这是我父亲的令牌。随即他不敢再迟疑，向着你匍匐下来。雷阙剑宗杨东之子杨成叩拜大人，我等不知大人降临，未曾远迎，万死之罪啊！一众老祖见到杨成样子，哪还不知道你是那个无上存在，顿时都吓得都匍匐下来，而你却只是淡然道：“都起来吧，我这次出事，只是顺道过来雷阙剑宗看看杨东那小子。”突然剑魔西来抱拳道：“原来阁下是神圣森林那位大人，我出自暗魔殿，还请大人看在暗魔殿份上，饶我一命。”暗魔宗杨成听到这话，面色大变。暗魔宗是最近几万年才出现的神秘势力，如今已是恒源位面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没错，暗魔宗。剑魔西来傲然一笑，可你却丝毫不在意，抬手就将剑魔西来抓到自己面前。暗魔宗没听说过。随后你手中金色神雷闪现，感受到金色神雷的毁灭力量。剑魔西来双眼欲裂，就在你要将它捏爆时，一道黑色光团突然从剑魔西来体内飞出，紧接着上空出现了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黑色手掌。大胆，谁敢杀我暗魔宗太上长老？随即那遮天黑色巨掌猛然朝你轰压下来，毁灭天地的力量肆虐而出，比剑魔西来之前的永恒之剑不知强了多少。这绝对是真神的力量，甚至是比真神更强的存在。可你却冷声一哼，随意的轰出一拳，一道金色巨拳拳印瞬间便轰穿了那遮天巨掌。然而你的金色拳印没有停止，而是轰穿了重重空间，猛然轰在了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一座巨大神殿之上。那巨大神殿光芒涌动，重重大阵力量迸射而出，试图挡下金色拳印，但是没用。只见在金色拳印之下，大阵如同土鸡瓦狗，瞬间爆散。拳印轰在巨大神殿之上，巨大神殿如同碎沙一般爆散成了无数碎片，而神殿之内响起一声咆哮怒吼之声，一道人影冲天而起。这时你隔着重重时空单手一射，一只金色巨手猛然抓下，那道人影看着落下的手掌，顿时惊恐绝望。血尊师术，给我杀！砰的一声，巨手落下，神殿下方和周围所有山峰全部化成齑粉。你收回力量，淡然道：“逃得还挺快。”对方被你的攻击的余波所伤后，又不惜损耗神元施展血遁之法逃走，已然重伤，没有几百年根本恢复不了，所以现在也没必要再去追杀了。此时剑魔西来看着你，再也生不出一丝反抗之心。别人或许不知道刚才和你交手的人是谁，但他心里却清清楚楚。你将手中乾坤鼎光芒一涌，大阵彻底催动，剑魔西来惊恐惨叫响起。很快，一枚枚金色丹药从乾坤鼎飞出，金丹丹香弥漫祖地。众人看着那金丹难以平静。剑魔西来，一尊度过了神灵之劫的神灵，竟然就这样被生生炼成了一枚枚神灵金丹。这些金丹你们一人2。神灵金丹飞出，分别落到了杨成等人面前。杨成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神灵金丹，谢大人赐丹。由于祖地有大阵禁止，所以祖地之外的公主太妍等人根本看不到交手情况。得知剑魔西来进入了雷阙剑宗祖地，他们都忐忑不安。然而就在所有人恐慌绝望时，陈红突然从祖地内飞出。诸位，剑魔西来已经被我雷阙剑宗长辈击杀，大家不必担忧。陈红凌空而立，开口说道，声音传遍了雷阙剑宗所有山峰。剑魔西来被杀了！场下顿时哗然一片，所有人都满脸震惊。先前剑魔西来的实力，众人可是亲眼所见，就连杨成和宋明联手都挡不住。陈红扫视现场各方高手，说道：“今天的考核正常进行，由考核长老维持秩序。”说完，他便带着重伤的宋明进了祖地。等陈红和宋明走远后，现场众人再次炸开了锅。难道剑神杨东大人真的还在世，而且一直都在雷阙剑宗祖地深处隐修？太洪涛脸色也凝重至极，就算不是剑神杨东，只怕也是不逊于剑神的存在。雷阙剑宗有这样一尊恐怖存在，对我无极皇朝来说绝非好事。就在公主太妍等人惊异猜测时，藤原位面某个原始森林，一个中年人跌落下来，口中鲜血喷吐不已。他双眼满是骇然和难以置信，自己凝聚的可是99无极神格，乃是天地间防御最强的至尊神格，可对方仅仅只是全力余波，便让他至尊神格出现了无数裂痕，甚至差点爆碎。雷阙剑宗，他喃喃自语，然后拿出幸福捏碎，下达了一个命令。一天过去，夜幕降临，此时你站在雷阙剑宗主殿上空，看着祖地美不胜收的夜色，心里却在思索事情。据杨成所说，在4万多年前，杨东收到一位神秘人的传信，然后便去了诸神战场，可去了之后就再无音讯。你陷入回忆，当年那场大战，诸神陨落，就连天地都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大战之惨烈一直烙印在你的脑海深处。虽然你是诸神大战中唯一活下来的人，可之所以能活下来，不仅是因为你当年就已有无比强大的实力，还多亏了你有先天至宝乾坤鼎。这么看来，我还得去一趟诸神战场，我总觉得是个阴谋。就在你琢磨当年大战的事情时，另一个大殿内，陈红来到杨成面前说道：“师傅，今天在剑壁的时候，李大人拔出赤焰剑时，
陆家长老陆源出手抢夺，后来被李大人所杀。陆成风和陆家高手还想对陆大人出手来着。杨成闻言脸色一变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向我禀报？传令下去，所有陆家弟子全部开除出雷阙剑宗。陈红一怔，不过想想倒也没毛病。知道了，师傅，我这便让宋宁去办。与此同时，在雷阙剑宗内门弟子的某座院落里，陆家众弟子正围着陆成风道喜，因为陆成风不仅成功通过考核进入雷阙剑宗，还夺得了考核第1名。以少主的天赋，说不定杨成前辈都会收少主为关门弟子。周围的陆家弟子谄媚地笑着。陆成风闻言不禁点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，随后似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猛地一沉。你们给我盯住早上那个小子，等他一离开就把他擒住，先别杀他，我要活的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位陆家弟子慌张地推门而入。少主，出事了！我刚得到消息，宋宁宗主下令开除所有陆家弟子出雷阙剑宗。陆成风满脸不可置信，他们陆家跟雷阙剑宗关系一直不错，而且宋宁没理由这么做。消息千真万确，而且宋宁下令让陆家所有弟子必须在半个时辰内离开雷阙剑宗山门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宋宁疯了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第二天，在遥远的诸神战场边缘，一辆牛车正缓缓行驶。虽然诸神大战已经过去了无数岁月，但是战场仍然充斥着许多上古大阵禁制，因此这里人烟罕至，看不到半个人影。你坐在战车上，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诸神战场，心情复杂。当年多少好友陨落在了这里，甚至连全尸都没有。停住了一会，你才不舍得说道：“小金，走吧。”龙角金牛迈步缓缓前行，战车破开了诸神战场的死亡之气，进入了其中，没一会便消失在灰色死气之中。你看着四周浓烈如云的死气，眉头一皱。按理说这么多年过去，这里的死气早该散了，可现在竟然依旧这么浓烈，显然是有人在这里布置了无上大阵，使这里的死气一直凝而不散。是谁？难道是当年推动诸神大战的黑手？想到这，你眼露寒芒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全身死气的怪物从浓烈的死气之中破空而出，向你猛然扑来。这正是诸神战场常年死气孕育出来的死灵，除了死灵还有死尸，这些死灵和死尸平日里吞噬诸神死气修炼，修为强大，这也是恒源位面许多宗门高手不敢轻涉诸神战场的原因。不过当这头扑杀过来的死灵来到战车上空时，突然便停了下来，继而如同被无形力量绞杀，瞬间飘散而去，消失天地之间。战车不停，没有受到一点影响。一天过去，你来到了一座山峰前，这座山峰形状怪异，散发着让人心悸的气息，竟然是锁魂炼狱大阵。看着眼前这座巨峰，你眼中一冷。锁魂炼狱大阵是上古10大神阵之一，诸神战场应该就是受着锁魂炼狱大阵的影响，所以这些死气才多年不散，反而越聚越浓。锁魂炼狱大阵的阵眼就在这山峰之地，你穿过了山峰重重禁制，不一会便来到了一个异空间。这里到处是一条条死河，而中间是一个巨大祭台，祭台上锁魂炼狱大阵运转，诸神战场中的死气正源源不断往这里输送过来。这里的死气已经浓烈到近乎实质，甚至大地境界的碰到这死气都要瞬间腐化。你的目光落在祭台上那4道被死气包裹的身影之上，那4道身影弥漫着惊人的神威，但是身上却透着浓烈的死气，显然是4具诞生出了灵智死尸，并且生前定是真神强者。大地之上是神灵，神灵之上才是真神，真神绝对是恒源位面最顶尖的存在。可现在4尊真神境的强者却被人炼制成了尸奴，并借助这锁魂炼狱大阵在此日夜修炼。你直接向祭台走了过来，4具真神尸奴像是有了感应，他们身上的死气开始翻涌，下一秒厉吼声爆发而出，4具真神古尸竟同时朝着你冲杀过来。龙角金牛见状正要动手，却被你悄然抬手制止。不用，我来处理。说完，你手指朝着虚空一点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像波浪般席卷开来，4具尸奴瞬间受创，同时倒飞出去。接着你手指一点，4道光芒射出，分别没入4具死尸眉心。死尸脑海中的禁制瞬间便被解除掉，原本嘶吼的4具真神顿时就停止了挣扎，安静下来。殊不知诸神战场另一个异空间之内，一个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老者睁开了双眼。老者一脸意外，竟然有人解除了他控制的4具古尸的禁制。这4具古尸的禁制是他出入神灵境时种下的，能解除说明对方至少也是一尊神灵。想到这，老者冷笑着单手一挥，直接撕裂虚空，往锁魂炼狱大阵所在过来。你脸色淡然地看向虚空，来得还挺快。你解除4世禁制，就是要引这控制之人过来。龙角金牛感应到对方气息，桀桀一笑：“这货留给我吧。”等会儿留活口，别给我虐死。放心吧，主人，虐不死的。龙金角牛话刚落没多久，便见上空一人出现，正是赶过来的老者。他一眼便发现你全身没有一丝神力和真元石，不由一脸惊疑：“真神中期，还不错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神格。”老者乌莫大吃一惊，这头牛竟然看得出他的境界。你们是谁？你没有开口。龙角金牛却是凌空而起，向灰发老者乌莫缓步走了过来。龙角金牛抬腿就朝乌莫快速冲去。乌莫见状，立刻向前拍出双手，万鬼是神！惊人的鬼气像灭世巨海般咆哮而出，瞬间化成1000尊恶鬼朝龙角金牛扑去。可龙角金牛却看也不看，牛腿直接向前一蹬，顿时1000万道金光爆射，像太阳爆炸般，1000尊恶鬼眨眼间就被金光射穿，而乌莫更是直接被射飞出去，重重撞在远处一条巨大的岩壁上。乌莫看着龙角金牛，眼中
中尽是惊骇，自己真神中期的实力竟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想到这，他眼神一狠，化成了一道灰色光芒向你抓来。这头牛我打不过，你个肉体凡胎的凡人我总行了吧？可就在乌莫就要触碰到你的一刹那，你却只是眼神一瞥，恐怖的力量便如万倍九重劫雷。乌莫整个人一顿从高空砸落下来，深深的嵌入到一处深坑里，神魂都隐隐有种破碎的感觉。乌莫骇然的看着你，这年轻人竟然比那头金牛还恐怖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乌莫骇然的看着你，再也不敢有丝毫动弹。不多时，龙角金牛走了过来，咧嘴笑道：“小家伙，在上古时期连万神之6家主人动手，这次伤你也是你的福气。”上古万神之主，要知道10万年前是禁古时期，再往前是中古，更远才是上古。哪怕是超越天神的存在，也不可能活这么久。就在乌莫胡思乱想时，你却淡然开口问道：“锁魂炼狱大阵是你布置？”乌莫闻言咽了咽口水：“是我布置的。我在诸神战场偶然得到了锁魂炼狱大阵的阵法秘籍，只是这秘籍有些残缺，所以我布置的并不完整。难怪我之前还觉得奇怪，这锁魂炼狱大阵的构造有缺陷。”大人，我虽然修习鬼术，但从没嗜血残杀，还望大人念在我修行不易，饶我一命。你自然不信他的鬼话，当即手指一弹，一道神圣光芒落入乌莫体内。刹那间，他的体内突然飞出了一道道死气怨魂，怨魂冲天，遮蔽了整个异空间上空，只怕有千万之多。没料到眼前之人只是随意一拍，就把他体内所有怨魂都逼了出来。他当即双手掐诀，化身无数道死气遁入虚空，想逃。龙角金牛嘿嘿一笑，随后仰头一声怒吼，天地震动，在牛吼声浪之下，整个空间都在不断崩裂。而原本化作死气逃遁的乌莫，竟突然从虚空中跌落下来。看着奄奄一息的乌莫，你单手一探将他抓到面前，然后对他使用了搜魂之术。因为自己在神圣森林待了太久，实在不清楚恒源位面如今的情况，现在正好能从乌莫的记忆里探查一番。乌莫见状刚要开口，就见你随手一招，虚空之中一道紫色巨雷轰然而至。看着那紫色巨雷，乌莫脸色骤变，这竟然是虚无之雷。难道这年轻人真的是上古时期的老怪物吗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虚无之雷就无情地轰向乌莫，紧接着他便直接两眼一黑，神魂俱灭。随后你又将他全身的精血灌注到那4具真神古尸体内，4具真神受到神力牵引，几个呼吸间就完全蜕变得跟活人一模一样。接着你朝着虚空一抓，只见虚空之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紧接着漩涡中4道魂魄像是受到牵引，迅速飞进了4具真神体内。现在可以说，除了没有神格之外，他们已经恢复了真神的战力，甚至比生前更强。随后，你和龙角金牛几人离开了异空间。离开前，你让龙角金牛摧毁了锁魂炼狱大阵祭台，随后便来到了乌莫的修炼洞府。这些年，他在战场收集到了不少好东西，于是你将东西全部收入内界，便乘坐战车继续在诸神战场前行。4人则在战车之前开路，有了4人，路上再遇到的死灵和死尸，也根本不用龙角金牛出手，4人出手直接碾压过去。直到入夜，诸神战场依旧狂风大作，于是你决定到前面的一座山谷休整一番。殊不知山谷外不远处来了2道身影，是一个老者，还有一个靓丽的女子。师傅，这诸神战场死气如此之重，真的有凤凰神术？应该不会有假。前面有山谷，我们先进去避一避，明天再谈。2人来到山谷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当场愣住，显然是没料到诸神战场里还会有外人。老者将目光落在你的身上，随后恭敬鞠躬道：“我们只是路过，想进谷暂避一晚，不想打扰到诸位。”见此，你也欣然一笑，不碍事，反正我们喝酒也挺……说着，你还扔了2坛酒过去。这酒是我闲时酿制的，虽然没用什么珍贵材料，但味道还不错。何少打开一闻，他精通药理，也不怕酒有问题。那便多谢小兄弟了。酒入体内，顿时如一条火龙窜起，而且透着一股难言的冰爽。何少只觉全身说不出的舒服，他吃了一惊：“小兄弟，你这酒可是用冰焰果酿制的？”冰焰果，女子于心吃惊。冰焰果他们药王殿也有2枚，还一直收藏在宝库最深处，哪怕炼制神品灵丹时，药王殿都舍不得用。而眼前之人竟然用冰焰果来酿酒，你2人吃惊样子不由得一笑。是的，其实我酿制这酒一共用了100种材料，冰焰果算是最普通的那种。听说这酒里果然有冰焰果，何少和于心2人神情大振，连忙小心翼翼地重新带好酒坛，紧接着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酒太珍贵了，我想留着回去慢慢喝。”可你还没说话。哼，小家伙，别老是小兄弟小兄弟的，我主人可比你大得多呢。你主人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比我师傅大？我师傅喝的酒都能填满天神江了。天神河是恒源位面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河流，连绵不绝，横跨数个大陆。龙角金牛眼神一瞪，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你摇头制止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还从没见过金色的牛。于心上下打量着龙角金牛，龙角金牛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可是天地间唯一的龙角金牛，乃万妖之主，雷神之祖。”于心看着眼前自夸的金牛，扑哧一笑：“一头牛还是雷神之祖？”见此一幕，你也不禁打趣道：“我这头牛向来喜欢吹牛，你们别听他胡说。反正都是牛嘛，喜欢吹牛也正常。”龙角金牛听到这话，气得脸都绿了。3人一牛边喝酒边吃烤肉边闲聊，不知不觉一夜过去。等到第2天天亮，外面的死灵和尸骸少了许多。何少起身对着你告别：“我们还有事，就此别过。李公子赠酒之恩，何少感激不尽。”他想了想，又从怀里取出一本书，说道：“这本书记载了我对药理的一些简解，还请李公子收下。”于心见状愣了一下：“这本书
可是师傅的心血之作，竟然要送给刚认识的年轻人。你看了一眼何少手中的书，笑着拒绝了。我藏书阁药力之书不少，你收回去吧。当年药神谷的秘籍你几乎都有，而且昨天从乌墨记忆中得知，药王殿其实是当年药神谷一名外门弟子创立的。何少见你没收下，略感意外。既然如此，那公子以后有空记得来药王殿找我，何少定然以好酒相待。待两人离去后，你也起身和龙角金牛几人离开了山谷。乌墨不知锁魂炼狱大阵并没有多少年，显然不是他的锁魂炼狱大阵造成的，因此还得查出真正原因，并寻找杨东下落。而走在诸神战场的何少突然开口道：“于心，你觉得那个年轻人怎么样？”于心闻言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你的身影，就像深邃的夜空，让人看不透。而且他知识渊博，好像什么都懂。还有他那4个护卫也很古怪，身上的血肉似乎是刚长出来的。何少点头，双眼闪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与此同时，你们几人则来到了一处森林面前，这是诸神战场有名的黑玉森林，一棵棵参天古树直耸入天，整个森林都弥漫着诡异的气息。你记得当年万神之主就是在这里陨落的，如今有4具真神在前面开路，金牛战车毫无阻碍地进入了黑玉森林。可你们刚进入黑玉森林没多久，就听到一声兽吼，声音极大，像滚滚天雷，竟然是一匹雷灵马。雷灵马也是一种上古异兽。于是你对龙角金牛说道：“小心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龙角金牛闻言，立刻朝着兽吼的方向走去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来到了现场。只见4个身穿黑袍的中年人正在围攻2头雷灵马，另外2人则守在旁边，防止雷灵马逃走。可看到这几个人，你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，因为对方几人赫然是暗魔宗的人。守在旁边的一名暗魔宗高手很快就发现了你，随即趾高气扬地走到战车前。我们是暗魔宗太上长老，这2头雷灵马是我暗魔宗的东西，还请几位离开。他这话已经算客气了，要是按暗魔宗平时的作风，早就直接动手抹杀对方了。龙角金牛斜着眼睛淡淡道：“我们要是不离开呢？”话音落下，那名暗魔宗高手脸色一黑。这时，另一名暗魔殿高手走了过来：“不离开，那就把你杀了，晒成牛肉干，味道应该不错。”但他刚说完，便突然眼前一花，被龙角金牛扭腿扇飞了出去。那名暗魔殿高手砸飞了不知多少参天古树，最后砸落地面时，整个脸血肉模糊。其余几名暗魔殿高手都是呆了。这些年暗魔宗发展迅猛，势力遍布恒源，位面数十个大陆，哪怕是许多帝国的大帝见到他们也要礼让3分，何曾被人这样对待过？他们黑着脸对着你质问道：“年轻人，你是哪个家族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给你家族带来灭宗之祸？”你淡然一笑：“灭族之祸，那我还真想试试。”暗魔殿3人对视一眼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手中魔剑同时攻击而出。3人的剑气之强，比之前的剑魔西来还要强上一等。可就在几人魔剑刚刺出的瞬间，3道身影应声而上，正是真神护卫中的3个，而且3人都没使用兵器。面对对方惊人的剑气，直接就是一拳。当3人3拳轰出时，空间竟发出嗡鸣声，仿佛要裂开一般，瞬间就轰开了暗魔宗3人的剑气。接着并未停止，直接轰在了几人身上，直接将他们轰飞老远，再次狠狠地砸落在地。真神强者，另外2个还在攻击雷灵马的长老见状，再也顾不上那2头雷灵马，连忙飞了过来。2头雷灵马慌然而逃，你见状也没阻止。雷灵马虽然是上古一种，但是与龙角金牛相比就差远了。你是谁？2位暗魔殿长老惊惧地看着你，这年轻人连护卫竟然都是真神强者。你淡然道：“前几天受伤的是你们店主吧？”几位长老虎躯一震，他们店主重伤，除了他们内部的人之外，没人知道。这年轻人是怎么知道的？突然，他们想到一个可能，顿时脸色大变。这年轻人难道是？你也没多解释，手中乾坤鼎出现，鼎口一阵恐怖的吞噬之力产生，瞬间便将暗魔殿6人全部吞噬了进去。很快，6人变化成了一枚枚神灵金丹，你给了护卫4人每人10枚。这些神灵金丹对他们来说也是大补之药。大人，那2头雷灵马还没走远，我们跟上去。龙角金牛嘿嘿一笑：“也好，跟上去看看。刚收服的4个真神，现在还没有坐骑。那2头雷灵马到底是……”于是龙角金牛便顺着雷灵马的痕迹追了上去，没多久就看到了2头雷灵马。这2头雷灵马能让暗魔宗几位长老围攻，实力自然不弱。此时见到还有人追来，瞬间全身雷光闪烁，下一秒无数神雷就朝着你轰杀过来。看着轰来的无数神雷，你身后的2个真神立刻双拳轰出，直接将神雷打散，然后一步跨到2头雷灵马面前，一掌拍下。不过2人出手时控制了力量，所以2头雷灵马也只是失去了反抗之力，随后就被2个真神上前擒住。可神灵境的妖兽极难驯服，更别说像雷灵马这样的上古异种。但你却只是手指轻轻一点，众人就看到2道金光融入雷灵马体内，随后2头雷灵马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不多时，你从2头雷灵马的记忆中得知，这黑玉森林里还存在多重空间，在这些多重空间内还有许多神秘之地。为了能找到杨东的线索，没多久你就找到了一处异空间入口。这些异空间入口封闭着，和整个黑玉森林的空间完全融为一体，所以哪怕是天神境的高手也很难发现这些入口。等走进这处异空间入口后，你朝着虚空抬手一划，虚空中顿时发出阵阵轰鸣，异空间的入口像帷幕般打开，这些异空间就像一方全新的小世界。你目光深邃地看向异空间最深处，又是死气，而且这里的死气竟然比之前乌墨那里的还近。在寂静的空间中，战车缓缓前行，突然虚空之中一只巨爪猛然伸出，朝着战车拍来，而且巨爪周围还
环绕着邪魅的神殿，眼看着轰然落下的黑色巨爪，4个真神境强者立刻飞身而起，迎了上去。2股能量瞬间碰撞在一起，没多久就看到一条雷龙从虚空深处跌落出来。真神！那条雷龙口吐人言，声音如雷，可几个真神将他逼出来后并未停手，又一步跨到雷龙面前与其对轰起来。这头雷龙虽是上古种族，但还没到真神境，只是神灵后期巅峰，而几个刚融合了乌墨神格的真神，还没完全掌控真神中期的力量，所以一人一兽一时间打得难分上下。龙角金牛看着那头雷龙摇头道：龙族血脉还算纯正，只是可惜修炼的功法太弱太杂。而你却是看向空间深处，淡然道：阁下难道打算一直看下去？对方明显吃惊和意外，一阵沉默，接着一道人影破空而来，速度很快，眨眼便来到了众人面前。对方虽然看起来30多岁，但身上的气势却是十分惊人。黄泉宗，你见对方装束淡然道：如今恒源位面一共有46个宗门和无数家族，而这黄泉魔宗便是排名前5的存在，而且来人还是黄泉魔宗的老祖之一苏秀，是一尊真神后期的高手。那头雷龙正是他的坐骑。苏秀平静地扫视了你和龙角金牛一眼，随后身形一闪，身上无数死气冲天而起，猛然间朝着你和龙角金牛包裹过来。这苏秀修炼的是黄泉魔功，歹毒无比，哪怕是真神境高手也要逐渐失化。黄泉世界吞天并地，眨眼便来到了你们几人面前，但是就在这时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只见你们几人面前竟出现了一道道无形金光，在这无形金光之下，黄泉世界始终无法再前进半寸。苏秀双眼一瞪，这是什么力量？黄泉魔功的功法不错，可惜你修炼的还不到家。龙角金牛不屑地说道。紧接着他硕大的牛角对着虚空一顿，漫天金色巨雷轰然而起。在漫天金色巨雷之下，只见那黄泉魔气瞬间土崩瓦解，他整个人被巨雷轰进了地底深处。你们是谁？苏秀惊恐地盯着眼前几人，你懒得多说，将对方抓到面前，然后搜魂。很快搜魂结束，这苏秀竟比乌墨还滥杀无辜，你毫不犹豫照落虚无之雷，直接将他的神魂轰成碎末。半天后，你们几人离开了异空间，还将苏秀在诸神战场收刮的东西全都收入囊中。可得了便宜的你却是眉头紧皱，本来对这苏秀搜魂也是想从其记忆中看能不能找到杨东下落，但没想到苏秀和乌墨一样，对杨东的消息一无所知，所以还得继续找下去。然而就在另一边，何少和于心2人则从某个异空间内慌然逃出。2人刚刚逃出异空间，便见一只全身惊艳的巨大凤凰从异空间飞出。巨大凤凰一张口，漫天金色凤凰之火轰然落下。何少脸色大变，疯狂催动全身神力，流星之焰，神力熊熊燃起，他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了一道火焰流星，带着于心破空而遁。2人刚刚遁远，便听到身后轰然巨响，只见身后方圆数百里，接近被这漫天凤凰之火淹没，大地所有一切接近被焚化。不过幸运的是，那头凤凰并没有继续追赶，一击之后就退回了异空间。即便如此，2人还是继续狂奔了许久，直到确定凤凰没有追赶过来，这才松了一口大气。随即他满脸苦涩，凤凰神树他是找到，但是没想到会有一头如此恐怖的凤凰守护。这头凤凰难道是不死金皇？于心回想先前一幕，仍心有余悸。不死金皇在凤凰一族的地位，相当于龙族之中的9爪金龙，乃是凤凰一族最顶尖的存在。何少同样心悸未平，的确是不死金皇，而且只怕已经是真神后期巅峰。于心震惊无比，什么？真神后期巅峰的不死金皇？所以那凤凰神树我们还是别想了。这头不死金鹰他是不想杀我，不然我们纵然有10条命都逃不了。你的血脉问题，我们再想其他办法。现在先回药王殿。眨眼1个多月过去，在诸神战场地底某处，你脸色阴沉地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阵符文。这是一个在远古时期就已失传的法阵，名为9绝藏神大阵。这1个多月来，你为了寻找杨东失踪的真相，综合各种线索，最后找到了这里。龙角金牛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阵符文，瞠目结舌。谁这么大笔，竟然在这里布置了一座这么大的9绝藏神大阵？仔细看去，地面法阵中还存在许多奇怪的花朵图案，这是幽灵之花。传说9绝藏神大阵每吞噬一位神灵境以上的神魂，就会凝聚出一朵幽灵之花。如今这9绝藏神大阵里有这么多幽灵之花，说明是在诸神大战之前就已经布置下了。因为你能看出来，这些幽灵之花已经凝聚了很多岁月，而且这里又是诸神战场的密闭空间，这9绝藏神大阵能吞噬这么多神灵境以上的神魂，只能是在诸神之战时，当年诸神之战陨落的无数神灵、真神，甚至天神以上的高手，他们的神魂都被这9绝藏神大阵吞噬了。果然，当年的诸神大战是个阴谋。片刻后，你带着几人缓缓走进大阵内，越往深处走，你的脸色就越难看，因为这里地面上的幽灵之花，有些是刚凝聚不久的。当年杨东进入诸神战场后，如果也来过这里，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想到这，你让龙角金牛加快了速度，不一会便来到了阵眼。你手中乾坤鼎出现，从战车落下，猛然一顶抡了下去。随着你的攻击，毁天灭地的威力瞬间席卷重重空间，整个诸神战场都为之剧烈震颤。而9绝藏神大阵的阵眼瞬间炸开，然后整个阵眼被轰得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方圆数万里的恐怖深坑。紧接着你双手一挥，无数大阵符文迅速飞出，化作道道神光融入虚空之中。这是大威天龙大阵，可以镇压一切邪魔。只要布置9绝藏神大阵的人或其同党出现，就会自动触发这隐秘的大威天龙大阵。我倒要看看这9绝藏神大阵到底是谁布置的。
我们走吧。布置好一切后，你就和龙角金牛几人离开了这个空间。可就在这时，龙角金牛突然对着四周空间嗅了嗅，顿时惊讶地说道：“好精纯的凤凰之火！”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弥漫在虚空中的精纯凤凰之火。这时你开口提醒道：“是不死金黄的火焰。”随后你指引着几人来到前方某处空地停下，紧接着对着面前的虚空轻轻一划，顿时空间震动，一个异空间入口出现。可刚进入这个空间，就有灼热的火焰扑面而来。放眼望去，整个空间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火焰。果然是不死金焰，不死金焰乃是凤凰火焰的一种。也是天地间最强的一种火焰。四大真神在前面开路，顿时那不死经验便被挡开。没多久，几人便看到了一棵通体冒着火焰的神树。好家伙，凤凰神树！龙角金牛惊叹，神树和上古异兽一样，都有着天地异象，而凤凰神树无疑是神树中的顶尖存在。它不仅天生拥有凤凰之焰，还被称为凤凰一族的祖树。就在龙角金牛惊叹时，突然一声凤鸣响彻天地，随后就看到一只全身燃烧着火焰的凤凰从神树上飞起。这凤凰光是翅膀就有一座大山那么大，真是后期巅峰。看到这只火焰凤凰，你也有些意外。恒源位面现在最强的10大高手，有的也才真神后期巅峰而已。这诸神战场内，竟然躲着一头真神后期巅峰的不死金黄。这时不死金黄一张口，漫天不死经验如暴雨一般从高空倾泻落下。看着漫天倾泻而落的不死经验，4大真神同时出手，漫天的不死经验纷纷被轰散。不死金黄虽然是真神后期巅峰，但是4人联手之下，竟堪堪挡下了对方强然一击。不死金黄惊疑一声，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4人再次出手，而且这次他们还各自凝聚出一尊巨象虚影。天象神玉泉！不死金黄看着4人身后的巨象虚影，失声叫道：“你们是谁？和圣魔大人是什么关系？”也难怪他会脸色大变，因为天象神玉泉的来历实在太过惊人。当年有一尊无上存在，凭借天象神玉泉横扫恒源位面，足足无敌了3个时代。这位无上存在，世人尊其为圣魔，乃是魔中之圣。这天象神玉泉自然是你传给4人的，而且被世人尊为圣魔的那尊无上存在，当年也在我的神圣森林里待过。他的天象神玉泉也是我亲手传授。剑神杨东没资格做我的记名弟子，但圣魔勉强算得上是我的一个记名弟子。几个真神没有理会不死金黄的震惊，猛地一连串的发起攻击，不死金黄被打得连连后退。4位真神的战力本就不弱于不死金黄，现在又施展天象神玉泉，战力再次飙升。区区一头不死金黄根本挡不住。不久后，不死金黄就被震得体内神元震荡，虚弱无比。不死金黄本来已经准备拼死一搏，却突然发现不远处的龙角金牛和你正在看戏。顿时怒不可遏，翅膀一挥，一道万丈金色刀气朝着战车劈来。龙角金牛见状嘿嘿一笑，抬起牛腿，同样打出一记天象神玉拳。不死金黄只觉得受到比4位真神更强的冲击，瞬间被掀飞出去，砸落到无尽山脉中。一阵山崩地裂后，不死金黄勉强爬起身。你们和圣魔大人是什么关系？不死金黄声音嘶哑，看着龙角金牛满是忌惮。你说的是圣魔那小子啊？那小子勉强算得上是我家主人的记名弟子。你家主人的记名弟子？不死金黄双眼瞪到最大，然后看向站在一旁的人类。恒源位面关于圣魔的传说有很多，但圣魔的师傅到底是谁，这也一直是个谜。现在这头牛竟然说眼前这年轻人是其师傅，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。这时他便见你随意一抬手，只见那扎根在大地之上不知多少年的凤凰神树轰然一响，震开4周飓风，缓缓飞起。不死金黄屏住了呼吸，这棵凤凰神树他根本无法撼动分毫，但现在却是直接飞了起来。你看着凤凰神树却是摇头，可惜生长年份短了些，只属于幼年。听你贤妻的话语，不死金黄差点连血都吐出来。王德发，这凤凰神树连他都不知诞生了多少岁月了，只怕和这个异空间存在的时间一样悠久，竟然还嫌年份短。这时你将一块金灿灿的土壤取了出来，凤凰神树飞落下来，扎根到了土壤之上。随即你伸手一张，有大陆大小的土壤重新缩小，那棵种植在上面的凤凰神树也跟着缩小，最后被你放置进了乾坤鼎内。不死金黄忐忑地看着你，不管眼前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是圣魔的师傅，但凭刚才轻轻一抬便将凤凰神树拔起的恐怖力量，绝不是他所能抗衡的。等做完这一切后，你看向瑟瑟发抖的不死金黄说道：“你出身不错，拥有凤凰一族最顶尖的血脉，可惜你在这里独自修炼，走了不少弯路。不然你早就突破到天神之境。”不死金黄连忙上前恭敬地说道：“还请大人赐我神道之法，黄九愿意为大人凹前踏后，赴汤蹈火。”赴汤蹈火倒不至于。你轻蔑一笑，抬手间凝聚出1万道天神法则，然后将这1万道天神法则打入黄九体内。黄九融合了这1万道天神法则，立马开始运转神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全身的气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强。很快9天之上雷云翻滚，一道道劫雷形成，这是突破到天神之境的征兆。可当那毁天灭地的天神劫雷落下时，你又对着虚空一点，顿时天神劫雷就像烟花般被捏爆，最后劫雷化作最精纯的雷之能量，涌入黄九体内。黄九适应了一下体内的天神之力，然后恭敬地匍匐在地。多谢大人。本来他要突破到天神之境还需要数千年，可现在你竟直接让他突破了成功了。片刻后，几人离开了凤凰异空间，而黄九则化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金色小鸟，坐
坐落在战车车头上。很快你们就离开诸神战场。主人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龙角金牛恭敬地问道。去北斗帝国吧，北斗帝国是神武大陆最强的帝国，同时那里也汇聚着神武大陆最大的几个商会。如今还有2个真神侍卫没有真神神核，正好过去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。于是经过几天的赶路，北斗帝国已经遥遥在望。主人，穿过前面那片乱葬岗，就是北斗帝国边境了。龙角金牛看着前面一片阴风阵阵的山岗说道：“北斗帝国与拜月帝国在边境经常交战，这里埋葬的几乎都是北斗帝国在战场中死去的战士。”我们过去。战车进入了乱葬岗上空，缓缓而行。此时已是深夜，乱葬岗阴风阵阵，风声如同厉鬼哭啸，甚是瘆人。突然，一座坟墓破开，一道身影携带着惊人尸气飞起，猛然向战车攻击过来。一道身影带着惊人的尸气迅速朝战车扑来，车旁的真神见状，立刻升起神光，空间震动后，那道身影瞬间就被砸飞出去，完全爆散。这是活死人。有些修炼邪功的宗门弟子会用秘法将刚下葬的战士炼制成活死人，这些活死人没有丝毫理智，只有无尽的嗜血本能。随着战车一路前行，活死人也越来越多，但无论多少活死人靠近，都会被全部震碎。1个多小时后，战车终于穿过了乱葬岗，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山地。可就在他们刚进入山地没多远，就听到身后有人怒吼：“给我站住！”随即数道身影破空而至，挡在了战车前。为首的是一个浑身煞气的女人，女的身后跟着4个男的，5人俱都身穿紫色衣袍，袖口都绣有一根阴森白骨，这是白骨门的标志。白骨门是北斗帝国一个不弱的势力，其实力和雷阙剑宗不分上下。苗燕愤怒地吼道：“那些活死人都是你们杀死的！”乱葬岗那些活死人，可是他花费了大心思和大功夫才炼制的。龙角金牛咧嘴笑道：“小女娃，看你怒哄哄样，难不成还想让我们赔偿？”大胆！苗燕身后一个白骨门高手怒喝道，猛然一把大锤一挥飞出，向龙角金牛砸落下来。龙角金牛见状只是冷哼一声，一道灵力便将那位白骨门高手轰飞，随即在半空直接爆开。什么？苗燕几人都是脸色一变，接着真神冷冷地看着白骨门几人开口：“对，不死。”一位白骨门高手闻言正要上前，却被苗燕伸手拦了下来。他看着你们面色凝重地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个宗门的？”你懒得回答，直接对龙角金牛说道：“小金，我们走。”随后战车缓缓离去，这次没人敢再阻拦。师姐，陈师弟尸骨无存啊！一位白骨门高手看着四周地面上的血迹，脸色有些难看。苗燕闻言，双眼阴冷地看着远去的战车说道：“先回去禀告师傅，我会让他们知道我们白骨门手段。”几人破空离去，不一会，战车便来到了北斗帝国边境。北斗帝都非常大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城内车水马龙，高手往来不断。李公子，突然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，你转头看去，赫然是林峰还有林小夏，雷阙剑宗宗主宋宁一行人。这时宋宁来到你的面前，恭敬道：“见过公子。”先前他中了剑魔吸来的死魂剑气，就是你帮他去除干净的。宋宁虽然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，但是却发现连老祖杨成都对你恭敬异常，于是猜到剑魔吸来的死应该和你有关。根据宋宁的解释，下个月1号是北斗帝国建国1万年的日子，北斗帝国会举国大庆，他们是来参加庆典的。许多皇朝皇室和宗门宗主，甚至一些帝国的高手也会前来庆贺。当宋宁得知你是来买东西时，于是主动提出帮忙。不知李公子要买什么？我认识天机商会的一位执事，天机商会是神武大陆最大的几个商会之一，拍卖的宝物种类齐全。你也不客气。既然如此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天机商会最近有没有真神神盒出售？宋宁闻言神色一滞，他清楚一枚真神神格有多贵重，就算雷阙剑宗倾家荡产也买不起。此时宋宁咽了咽口水，只觉得心脏狂跳。公子要买真神神盒？你淡淡嗯了一声。我要买2枚普通的，那些顶尖的我不要。宋宁只觉得呼吸一滞，你的话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。林峰和林小夏2人也都震惊地看着你。2人先前虽然有和你相处了几天，但是对于你的认知比宋宁还少。众人寂静了下来，许久，宋宁才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我们打算找家酒店住几天。李公子要是还没住处，不如和我们一起吧。”也好。你略一沉吟便答应了。宋宁见状，连忙兴奋地在前面带路。可半个小时后，宋宁却急得额头冒汗。虽然距离北斗帝国庆典还有半个月，但北斗帝都的各大酒楼都非常火爆。他已经接连找了6家酒楼，可房间都住满了。李公子，要不我们去下一家酒楼问问？不用了，就算再找下去也一样。我有住的地方，你们跟我一起过去吧。你突然想起，黄泉魔宗老祖苏秀在这北斗帝都有一座府邸，平时苏秀很少在这里居住。现在那府邸应该是空着的。宋宁听到说有住的地方，虽然意外，但也不敢多问。可就在你们往苏秀府邸走去时，却被一大群人拦了下来。来人正是白骨门的人，大概有7、80个。片刻后，白骨门的苗燕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原来你们是无极皇朝的雷阙剑宗。然后转身对其中一个老者恭敬行礼。师傅，就是此人手下杀了陈师弟。王岐山冷冷道：“让我弟子又回我门下数万活死人，阁下说吧，此事怎么解决？”你淡笑一声：“你们想怎么解决？既然你是雷阙剑宗的，我便给雷阙剑宗一个面子，你手下杀我弟子，杀人偿命，我要他的命就行。另外回我门下数万活死人，需要赔偿100万上品灵石。”宋宁听对方要100万上品灵石，眉头一皱，炼制活死人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，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你闻言笑了笑，100万上品灵石我有，
不过我一个铜币都会给你。至于我手下的命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可以来拿。话音刚落，一具真神走了出来。王岐山闻言嗤笑一声：“你真以为在北斗帝都里面，我们不敢动手杀你们是吗？平日里北斗帝都是禁止打斗。” 更何况现在临近北斗帝国1万周年庆祝。王岐山突然喝道：“给我动手！”杀了他们主仆5人。顿时出现40多人，同时向无人轰杀过来。周围过往的家族弟子见状，纷纷后退，生怕被波及。可面对席卷而来的恐怖力量，你身边的真神侍卫却随意的对着虚空一挥手，刹那间无数阴寒之气散发出来，在场所有人都像坠入了冰窖，甚至血液都有种要凝固的感觉。在白骨门众高手惊恐的目光中，真神侍卫向前抬手一挥，街道上坚固异常的金刚石地砖全部碎裂，而那40多位白骨门高手早已化成了一滩血肉。苗燕看着眼前的惨状，呆在原地，脑海一片空白。王岐山更是吓傻了。惊惧中，他深吸了一口大气，克制着颤抖的双手。就在王岐山要悄然退走时，你淡漠的声音响起：“一个不留。”王岐山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一股恐怖力量轰中，身体竟猛然爆散开来。接着，白骨门剩下的高手也依次爆散，连之前的苗燕也没能幸免。走吧，你看也没看王岐山等人尸体，正准备离开，可就在这时，突然地面震动，只见一队队北斗帝国军队走过来。这些士兵全身散发着惊人的气息，实力最弱的竟然都是传奇境，而将领赫然是大地强者。领队的将领看了一眼四周鲜红的血迹，冷冷地看着你：“无视我北斗帝国律法，在帝都城内打斗。” 全部给我拿下！不过就在这些北斗帝国军队士兵要动手时，你却是取出了一个令牌扔给了那个将领。那个将领接住令牌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。这个令牌正是黄泉魔宗老祖苏秀的令牌，他连忙命令手下停手，随即拿出一枚传讯符捏碎，看样子是在向北斗帝国高层禀报。片刻后，得到高层命令的将领恭敬地把令牌还给，然后迅速率领北斗帝国军队离开。宋宁等人看着离开的军队都松了口气。刚才北斗帝国将领要动手的时候，众人都吓得浑身冒冷汗。走吧，你淡然道，然后和宋宁等人往苏秀府邸过来。就在你带人住进苏秀府邸后不久，北斗大帝周定天正在殿内，将领陈元前来汇报情况。等陈元禀报完，周定天沉吟片刻，开口问道：“你觉得这年轻人和黄泉魔宗老祖苏秀是什么关系？会不会是苏秀的亲传弟子？”这臣也说不好。那年轻人身上既然有苏秀的令牌，想来和苏秀的关系肯定不浅。至于他和雷阙剑宗的关系，我已经查过了。前阵子赤焰剑就是被他拔出来的。是他拔出了赤焰剑？周定天听到这话，顿时感到意外。神武大陆不少帝国的天才都曾去拔过赤焰剑。 没想到如今竟被这么一个年轻人拔出来了。是的，而且臣还查到，剑魔西来被杀的时候，他正好在雷阙剑宗。剑魔西来很可能是被他身边那4个深不可测的护卫杀死。周定天听完这话，沉思了许久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不再说话。第二天清晨，你刚结束修炼，就听到了敲门声，进来吧。宋宁闻言，立刻恭敬地推门而入，兴奋地说：“已经有了神格拍卖的消息，虽然目前只有1枚，但他已经让人在各个拍卖行留意，只要一有消息，就会马上向我汇报。”看着这么懂事的宋宁宗主，你也不禁点了点头，随后从乾坤鼎内取出1枚金丹递给宋宁。事情办得不错。宋宁闻到金丹那惊人的丹香，大惊道：“神灵金丹！”然后不敢相信地看向他，恭敬道：“李公子。” 这是给我的吗？看着他一副惶恐的样子，你哑然失笑。当然是给你的，1枚神灵金丹而已。起来吧。宋宁听到这话，激动的浑身颤抖，差点就要磕头。宋宁多谢李公子赏赐，公子大恩，宋宁没齿难忘。当然，这话你也没放在心上。让宋宁起来后，他便向府邸外走去。刚到大殿，就看到2个人正在等在这里，为首的正是昨天那个将领。不过现在他完全没了昨天的威严，而是面带笑容，恭敬的抱拳道：“在下北斗帝国上将陈元，见过李公子。”你点了点头。几位来此。 陈元见状，眉头一皱，可又想到这次是奉大帝之命，于是立刻压下心中的不快。我奉大帝之命前来邀请李公子参加我们帝国的庆典。然后他拿出一张请帖，宋宁见状，立刻上前接过请帖，送到你的面前。陈元陪笑道：“这请帖是我们大帝亲手制作的，这次庆典大帝只亲手制作了10张请，李公子这张就是其中之一。” 他生怕你不知道这请帖的珍贵，又补充道：“其中2张送给了云海天公子和百花女帝。”听到这2个名字，宋宁心头大震。云海天公子和百花女帝，这2人是最近100年神武大陆名气最大的人之一。不仅因为他们容貌出众，自身还拥有深不可测的实力和修为。云海天、百花女帝，你听到这2个名字，表情也略微一变，提起了些许兴趣。虽然我出世的时间不长，但对这2人也略有耳闻。没错，正是云海天公子 和百花女帝。陈元笑着说道，看着一脸笑意的陈元，你陷入了沉思。这北斗大帝周定天如此殷勤，明显是因为我拿出了黄泉老祖苏秀的令牌。可即便如此，你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回去告诉你们大帝，到时候我会去参加庆典。现在闲来无事，正好可以去天机商会打探谢阳东的消息。可没想到你刚出府邸，就遇到了公主太妍和陆承风一行人。由于上次他拔出赤焰剑，还杀了陆家长老，陆承风一直对你怀恨在心。但北斗帝都禁止打斗，陆家众人也不敢动手。僵持片刻后，公主太妍上前对你笑道：“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公子。”
公子也是来参加北斗帝国庆典的吗？可还没等你回答，远处又走来几人，为首的叫云国华，是云家云海天的直系后辈。虽然他年纪不大，但已是夺命境高手。此时云国华一脸殷勤地对公主泰妍说道：“泰妍公主，真巧啊！”两人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友般聊了起来。见此一幕，你也没了交谈的心思，转身就要带着龙角金牛前往天机商会。可公主泰妍见他要离开，却是连忙开口：“那把赤焰剑，不知李公子可否让我观摩一下？”赤焰剑，云国华和身后几名云家弟子闻言，都转头笑了起来。他们显然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可你却没理会他们，依旧自顾自地往天机商会走去。然而一位云家高手似乎不想放过他，直接闪现到你面前，一脸傲然怒喝道：“剑神的赤焰剑，是你这小子拔出来的吗？”这1个多月来，赤焰剑被人拔出的消息早已传开，神武大陆许多帝国、皇朝的高手都知道了。一旁的龙角金牛见你没开口的意思，顿时双眼放光。小子，你最好现在就给我滚开！听到这话，那位云家高手先是一愣，随即脸色猛然一沉：“畜生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畜生！龙角金牛闻言眉头一皱，下一秒他直接一蹄子踢了过去。那云家高手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牛蹄踢中，瞬间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让他直接飞了起来，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天际之外。陆成风和泰妍等人不敢相信地看着龙角金牛，那几位云家弟子再怎么说也是夺命境高手，可现在竟然被一头坐骑踢得不见踪影。随后在众人的沉默中，你的战车渐渐离去。云国华见状，双眼露出寒芒，但最终也没敢再拦龙角金牛的战车。直到半个小时后，那位云家高手才从空中跌落下来，落地时显然已经没了气息。当云国华等人把他的尸体抬回云家府邸时，云家众长老脸色都变得冰冷。云家太上长老云星运看着孙子的尸体，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，仰天长啸。与此同时，你已经来到了天机商会。天机商会作为神武大陆数一数二的大商会，装饰极其气派，交易买卖的人更是人山人海。没多久，你就找到了商会专门负责打探消息的地方。一位商会管事客气地询问我要打听什么，你也不再犹豫，开口问道：4万多年前，剑神杨东曾收到一位神秘人的传讯，然后就进入了诸神战场，之后便没了消息。我想知道那传讯是谁发的。商会管事一听是这事，顿时面露难色。李公子，这时间实在太久远了，想要打听这种事，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大，这个任务我们商会可能接不了。可你对这个回答早已预料到，随即从乾坤鼎内取出一把长剑，说道：“只要你们帮我打听出来，这把剑就作为报酬给你们。”商会管事轻轻瞥了一眼长剑，下一秒脸色大变，甚至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